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运返乡潮呢，再次拉开了帷幕。然而呢，在铁路线上却出现了一幕令人五味杂陈的画面。一边呢是部分高铁车厢座位是空空荡荡的，甚至是整节车厢乘客都是寥寥无几；而在另外一边呢，却是老式的绿皮火车挤得是水泄不通，过道车厢连接处甚至是厕所的门口都站满了人。为了能省下点路费，很多打工人即便买到站票也是毫不犹豫上车，有的人则是一路站着，有的人干脆在通道里铺张纸板就地躺下。那么还有网友在绿皮火车上发视频说呢，没想到10年前坐火车是这个场景，10年后呢还是这个场景。现在私家车、高铁、飞机都那么多了，为什么绿皮火车还是这个样子呢？甚至有人将时间线拉得更长，认为呢这种景象像在3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如今呢仍在重复上演。还有网友记录下来高铁内的凄凉的景象。你看看我这辆车厢上，就我和陈洪博2个人，我也觉得很奇怪。你看，然后隔壁车厢也是，全部都是空的。你说神不神奇？那么还有网友说呀，他坐的高铁完全是空的。这一强烈的反差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那不少网友拍下了视频发问呢，在高铁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人宁愿忍受长时间的拥挤，要选择速度更慢、条件更艰苦的绿皮火车呢？但其实相当现实，那就是因为没钱。不少在外打工的劳动者坦言，并不是不想坐更舒适、更快捷的高铁回家，而是收入增长停滞，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让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每一笔开销。对许多人来说呢，返乡不仅仅是一趟旅程，更是一场关于家庭责任的经济的选择。有网友算了一笔非常直观的账，从广东的东莞回河南的信阳，高铁2等座票价通常是超过了500块人民币。虽然是3个多小时就能够抵达，而绿皮火车硬座票大概是180块，车程长达14个小时，两者之间超过了300块的差价，对许多打工人而言意义重大。这笔钱可能足够给家里老人添一件厚实的棉衣，也能为孩子准备一整箱零食与玩具。在现实的生活压力之下，舒适与体面往往要让位于家庭的支出。2026年铁路运行图调整以后，一些城市的绿皮列车甚至被转移到了位置较偏远的车站。例如广州火车站已经不再行传统的绿皮火车，相关班次呢全部调整至白云站。尽管乘客更加不便，但是呢绿皮火车车票依然是供不应求，成为了不少打工群体返乡的首选。这种场景也在网络上引发了更深层的社会讨论。有网友认为呢，绿皮火车上的拥挤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收入增长乏力的现实困境。有人直言说，如果钱好赚，是愿意忍受10几个小时的拥挤。也有人用更现实的逻辑来计算，1000公里路程能省下200块，8小时未必能赚到这笔钱。那么更有网友用带着讽刺意味的文字来形容这种对比：古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今有动车空厢跑，绿车挤满人。这类评论虽然带有情绪色彩，却折射出了部分公众对社会发展成果分配不均的感受。而这种变化呢，并不仅仅出现在铁路线路上。越来越多来自各地的民间视频显示，今年春节的氛围似乎比往年要冷清得多。那么还有人说呢，今年可能是史上最冷清的一个年。第一，今年的春运都快热不起来了，大学生早早放假，工地老乡12月份就已经回村。你想想，城里都没活干，吃住还倒贴，谁还愿意在外面硬扛？第二，鞭炮快成文物了，不是不让放，也不是放不起了，1000多块钱的烟花，啾啾几下就没了，这哪是放炮，这是烧钱啊！就算是烧钱，1000多也要烧一会儿。第三，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真心盼过年了，年味早就淡了，不过是换个地方换个姿势玩手机吧。消费市场的变化同样明显。
往年呢，就在春节前高档烟酒购物卡往往是最畅销的年货，但今年呢却是明显的遇冷，甚至连被称为硬通货的飞天茅台也出现了价格回落。有网友调侃说呀，不知道是市场需求弱了，还是大家既不敢收礼也不愿送礼了。以前离过年还有1个月的时间，大家都会开始购置年货。你看今年到了今天，我们还在工作，预估工作到2月15号，就像平常一样，感觉不紧不慢。大街上除了挂一些灯笼，其他的人我感觉一点过年的氛围都没有。你说奇不奇怪？记得以前这个时候啊，都在研究过年准备买什么礼品，街道上到处也都是卖烟花爆竹的，偶尔还能听到几声的鞭炮声，一听就感觉要过年了。现在根本不一样了，大家都是按部就班的生活，年货也是随便下班或者前几天稍微购买一下。不少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临近春节，北京市最热闹的菜市场却显得格外的冷清，人流稀少，完全是看不出即将过年的氛围。摊贩守着货物等待着顾客，却是迟迟难见人影，与往年人挤人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记得往年啊，像现在啊，街上的人可多了啊！你看看现在大街上人流量啊，稀稀拉拉的，是吧？商店里边呢也非常的冷清，各个乡镇的大街上呢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人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大家都醒悟了吗？其实啊，说白了就是大家兜里的钱不够花啊，今年也没有挣到钱，是吧？我前2天呢问了问啊，有挣了个锤子的啊，也有说挣了个毛线的啊。你看现在物价又高啊，挣的钱又少。另外呢，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收入减少，消费能力明显下降，甚至有人连肉都舍不得买。多地村民反映，今年过年与往年相比，出现了几个明显的变化。首先就是返乡人口明显减少，其次呢是农民工1年下来没挣到钱，家庭经济普遍紧张。第三呢就是整体购买力下降，不少年货都是卖不动。就在社交平台上也能够看到大量的类似的画面，北方一些村落人影稀少，街道空空荡荡，仿佛是空村。有黑龙江网民拍视频感叹，往年这个时候大街上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可如今呢却看不到几个人影，显得格外的冷清。你看看现在过年还有什么意思？今天是腊月22了，明天都是小年了，从东头到村西头，一个人都见不着，就是回来几个人也是躲到屋里，各玩各的手机，不出门。对，70年的、80年的、90年的，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杀猪宰羊、蒸馒头、炸丸子。现在你再看看，根本都看不到，究竟是没有人情味了，还是没有年味了？这人变了，还是年变了？据一名北方村民回忆道，以前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在街上互相串门拜年，现在呢，却几乎是都见不到人了。他说呢，一些偏远村落里，年轻人常年外出打工，村里剩下老人越来越少，有的村子甚至几乎是没有人居住。关中地区一名村民也表示呢，今年年味儿明显不如往年。往年在这个时候，街道和集市上是人挤人的，今年却是显得格外的荒凉，什么都卖不动。现在的人哈，真能沉住气儿哈，马上都要过年了，今天腊月17，这东西一动不动哈，啥也不卖啊。你说豆芽都不卖不动吗？你说过年排骨、龙虾、鲍鱼加上豆芽，这不都是大菜吗？哎呦，豆芽也不动，啥也不动。今天那个卖肉的都卖不动，太搞笑了。哎呀，他介绍说，过去1年受经济环境影响，很多农民工在外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是四处奔波来找零工，忙了一整年也没攒下什么钱。他自己往年能买50-60斤肉过年，今年就只买了一点点应付几天，连肉都买不起了。还有农民工至今没有能回家过年，因为老板拖欠3个月的工资，只能是在外等待结算。去年真不好过，等拿到钱再回家。更现实的压力还体现在年轻一代身上。有村民说，
女儿在外地打工，去年失业后房贷车贷压力很大，为了节省开支，今年决定不回家过年了，只剩她一个人守着老宅。在她看来，年轻人背负着房贷车贷，还要赡养老人，生活压力沉重，哪还有心思过年呢？而就在一线城市上海，春节气氛同样显得是异常的安静。有烟花爆竹受到严格的限制，街头少了往年熟悉的爆竹声，节日氛围明显减弱。有人说呢，这不仅是年味儿变淡了，更是许多普通家庭在现实的压力之下过日子方式的一种变化。同时呀，走亲访友的传统也在逐渐淡化，许多家庭不再频繁的串门拜年，更多是只是熟悉的朋友简单的聚一聚，喝杯酒，节日社交明显收缩。那么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网友提到所谓的断亲潮。往回跑的话，你至少要做客送礼，是不是啊？去办年货至少要办的，而且送礼的话也都300-500的买，你来我往的，好像有那种过年的那种感觉。但是今年真的，好像到现在开始都没有那种做客送礼的一个迹象。就像比如说各行各业，我们以前隔壁的理发店，到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理发店里都是人山人海的，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过年了。但是到现在，他们也是没有多少人。而所有的变化的背后，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现实，那就是经济压力。我应该是90后里面混得最差的一个了，就是过年了连2000块钱都拿不出来。就我今天去超市，就准备买一些年货，买一些就是过年做的礼品啊，那礼盒，然后就是看啥贵。我大概算了一下，就是走几家亲戚，差不多得花2000块钱。然后我就打开手机一看，连2000块钱都没有。马上到年底了，兄弟们，给你们说一个不争的事实吧，今年这个年呢不好过，因为大部分的人没有挣到钱。你要不相信，你问问他们了，你随便街机采访一下，路边采访，你问他们今天挣到钱了没有，问他们口袋里有没有钱，对，90%的人都是没有挣到钱的。理由就是今年挣钱特别难。我跟大家讲，你们不要笑，老谢说的只是个事实。今年过年，90%的人口袋里掏不出1分钱。说点实在的哈，我这样没有钱的穷人呢，过个年就跟渡劫差不多了。为什么？就是俩字，没有钱。哎呀，都说哈，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话听着挺暖心的哈。可你要是和我一样，人到中年，有家有口，兜比脸都干净的时候哈，回家的脚步啊，好比千斤重。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更深层的经济现实。近日呢，连体制内的智库人士也开始发出较为严肃的警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原副所长周天勇表示，如果不推动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从15规划期开始，甚至此后的10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滑到 2.5% 左右。这一判断呢，不仅明显低于官方宣称的 5% 的增长目标，也低于内部设定的 4.17% 的年均增长预期。那么我们来换句话说呀，在一些体制内经济学者看来，未来中国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明显放缓的低增长阶段。周天勇指出，目前供给和需求两端的结构性问题正在同时恶化。在供给方面，行政主导资源配置导致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被大量闲置或错配，导致整体效率下降。而在需求方面呢，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和出口前景都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大量农村人口和进城务工人员，并没有真正分享到工业化的成果，收入水平长期偏低，消费能力被压制。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一到过年这种集中消费的节点，市场的冷暖变化格外明显。香港南华早报也披露呢，在北京酝酿着新一轮的5年计划之际，决策层正在承受着来自内外的多重的压力。多名经济学者直言，如果市场化改革继续停滞，
中国长期增长轨迹将会明显下行。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瑞银近期将台湾2026年的 GDP 增长预期上调至 6.9%， 称其已经成为亚洲增长动能最强的经济体之一。而这种对比呢，也在无形中凸显出区域经济表现的差距。周天勇也承认，高速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但真正出路在于打破体制的僵化，提高居民收入，释放农村人口、农民工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然而呢，在现行体制之下，这恰恰是最难触碰的核心的问题。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